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 今天这期节目是新系列灵魂拷问系列的第一期。这个系列呢是 Klaus 全新推出的，语言风格会相对犀利和直接，同时也会更简单更容易理解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留言告诉我。好了，很多中国人对香港都不是特别了解，所以难免会产生很多误区，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挑选了最普遍和最有争议的几点，但是用最简单的逻辑和常理去解释，希望增加中国人的认知。剩下的不是很普遍和争议相对较小的，我们会在下一期节目 Part 2 再接着讲。这一期节目干货非常多，请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误区一是最大的误区，也是最普遍的一个。一国两制是中国对香港的优待，是一种特权。一提到香港，中国人都知道一国两制，这是历史书里的必修课。中国人产生这样的误解，主要源于教育和宣传方面有意的表达成香港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，然后祖国母亲对香港爱护有加，对于祖国母亲迟到的爱，所以给予一国两制特殊照顾。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？其实中国人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一国两制是中国发明的，然后给了香港，也没问香港人要不要，反正就是直接扣到了香港人的头上。然后一国两制又被宣传成好的东西，那把好的东西送给你，那当然就是对你的赏赐和特殊照顾。那么到底给了个什么东西呢？这个一国两制是啥呢？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能发现问题。一国两制，中国历史课本上也写得很清楚，很简单，就是几个字：50年不变。说白了就是你以前什么样子继续保持，没有必要跟我一样，我搞社会主义，你继续搞资本主义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这怎么能叫特殊照顾呢？如果这叫特殊照顾，那我可以说全世界所有人都在享受我 Klaus 的特殊照顾。另外，如果中国人说这叫特殊照顾，那不就是打自己脸，承认了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吗？如果说社会主义更好，就好像是吃肉，但是中国却让香港吃资本主义的草，这样叫特殊照顾说不过去吧？只能反过来讲才能成立嘛。所以说香港的制度先不说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，它是在回归前就确定的，并不是中国给的，这不能叫特殊待遇或者特权。就像是你娶了个媳妇，但是人家是大家闺秀，在没进你家门之前就是穿金戴银的，嫁到你家之后还是一样，然后你跟外面人吹嘘我们家对媳妇可好了，这都是我们给予她的特殊待遇，这样也太不要脸了吧。要说特殊待遇或是特权，真实的例子是深圳，深圳才是特殊照顾，才是特权。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，靠的是什么？就是特殊照顾。中国人要觉得不公平，应该拿深圳举例子，凭什么给深圳特殊照顾？凭什么不把我家划成经济特区？中国给予深圳的特殊经济政策是深圳以前没有的，也是其他地区没有的，这才叫特殊照顾和特权。第二个误区是争议最大的，那就是香港抗议是港独暴乱，是分裂国家的行为，是外国势力干预。我先从常理上去解释，很容易理解。从大陆人的角度来讲，第一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或者说的更煽情一点，是一家人，伟大的中华儿女，炎黄子孙，自己人当然希望跟自己人在一起。第二，中国那么繁荣富强，而且中国又有民主、自由、法治以及更多，所以香港人想独立，这不符合常理啊。中国人怎么会相信香港是港独和分裂国家呢？原来有跟临时工一样的背锅侠，境外势力呀，所以只能是境外势力煽动挑拨的。可是这样说就合理了吗？某某某的妻子出轨了，被隔壁老王挖了墙角，如果我跟你说某某某一定也存在问题，因为如果他们夫妻相濡以沫，情比金坚，隔壁老王怎么会挖到墙角呢？你会说有道理。其实中国人很多时候也是讲道理的，也是有逻辑的，但是一旦涉及政治就变成一根筋了。教科书上说的都是对的，新闻上讲的也都是对的，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。就像有人说中国人觉得中国的奶粉有假，中国的疫苗有假，中国的金银珠宝有假，以及中国的各大名牌有假，但是却相信中国的新闻是真的，
政治让你失去了反思的能力，一味的接受，这不是洗脑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正是洗脑的定义吗？由于种族、历史、文化等原因，香港人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中国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要把倾向于中国的人改变成反中，那这个境外势力可是要下不少功夫呀。俗话说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如果中国真的那么好，让香港人无限的向往，祖国母亲的怀抱非常的温暖，让香港人舍不得离开，那中国和香港的感情就会像铜墙铁壁，外国势力想干预也没地方下手呀。这个是香港在英国统治的旗帜，是香港独立运动的主要象征之一。为什么香港人宁愿被英国殖民，都不愿意回到伟大的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？你觉得这符合常理吗？如果这不符合你的认知，那就说明你的认知是错的。所以真实的港独到底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是中国人给一部分人扣的帽子，就像国内的很多人追求民主，或者批评了一下政府，就会被扣上寻衅滋事、煽颠罪、嫖娼罪等。只要你不喜欢我，我就给你扣上港独的帽子。这是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，最多时候有200万，香港总人口才700万，也就是说，除了老人、小孩和其他有急事要忙的，能出来抗议的都出来了。就算我说这些都是港独，你也不会信吧？第二，确实是有一部分人是港独，但是被中共逼出来的。其实在香港刚回归的时候，并没有比较强的港独声音。首先呢，刚回归，大家都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满怀期待。在1997年的7月1日，香港各界人民都踊跃地走上街头庆祝。其次，1989年6月4日，天安门事件之后，引起了香港人对回归后的恐慌，造成了大规模的移民潮。从90年到94年的5年时间里，有30多万港人离开了香港。也就是说，对中国没有好感的一大部分人，在回归前就离开香港了。剩下的香港人都是想感受祖国母亲温暖怀抱的，和岁月静好一族。所以一直到了2007年，香港大学的民意调查研究，认同独立的只占少数，为 25%。 那么是中共怎么逼的呢？简单说就是中共在回归之前讲过的，保证香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的，却一直在变。中国就像小孩子过家家，说话不算话，一直在插手干预香港的制度。挑几个主要的来讲一下。一个是2003年，北京要求香港政府立法第23条，也就是把前面讲过的那些帽子，寻衅滋事、煽颠罪、嫖娼罪等等复制到香港去，被认为是侵犯人权、破坏香港的言论自由，引起了50万人的7·1大游行。接着2014年，中国再次干预香港，北京拥有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的提名权，香港人投票选特首，只能在北京挑的人里面选。那这个选举不就成了个摆设？选来选去都是你的人，不如直接北京方面任命算了，还走投票的形式干嘛呢？那不是浪费时间吗？就为了可以光明正大的说有民主自由，到时候把香港到处都拉上民主自由的横幅。有民主自由的地方从来不会把民主自由天天宣传。很多中国人都出过国，如果你去过欧洲、澳洲、美国、日本，你看到哪个国家跟中国一样到处写着民主自由？人家也没说资本主义好，要为人民服务，说的越多，做的就会越少。所以中国要在香港搞形式主义，这导致了2014年的雨伞革命，中国称为占中运动，最多时候有120万人参加。最后呢，就是从2019年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反送中运动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香港人可以引渡到中国受审。可能很多中国人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啊，既然是一个国家，在哪受审有什么区别吗？其实这有很大区别。中国人就是缺乏很多最基本的常识，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引渡。只有在司法体系上相互信任才能引渡，双方要有相同的价值观才行。我认为是罪犯的，你认为不是，那怎么能相互引渡？而且犯人也是人，也是有人权的。如果法律相差太大，引渡之后怎么能保证公平受审？哪怕就是小狗小猫，你也不会随便送人吧，也要送给一个和你观念对等的人收养吧。比如你认为怎么可以吃兔兔？兔兔那么可爱，可是他认为兔兔很好吃，煎炸蒸炒都可以。就算你们关系再好，
你也不放心把小动物交给他吧？香港在世界的法治排名是第16位，而中国排名垫底，在126个国家里面排名第82位。香港法律更健全，执法更严格，有什么香港搞不定的犯人还需要送到中国帮忙？这符合常理吗？法律是非常重要的，在美国三权分立里面，法律就占了2个，香港的犯人要中国来审判，那还叫一国两制？说好的50年不变呢？所以有网友就调侃说，1997年出生的，到现在已经50岁了。所以呢，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是港独，他们只是希望中国能遵守承诺，保证香港是一个有民主自由的地方。是不是一个国家不重要，民主、自由、法治，这些切身利益才是人们最关心的。好了，先讲这么多，下面进入更精彩的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节目我们回顾了满洲国的繁华的一面，和揭露了苏联在中国东北所犯下的滔天罪恶。网友上一湖说，别人抢了你家的房子，然后装修好了自己住，你就不怪别人抢了你的房子吗？我很喜欢这位网友的评论，非常的直接和犀利，很符合我们这个灵魂拷问系列。另外还有很多网友说我洗白满洲国和日本侵华，我什么时候有说过满洲国有合法性和否定过日本的罪行？我没有说过一句洗白的话。我一开始就说了，满洲国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，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大家都知道，我只是说出了大家普遍不知道的另一面，这些也都是事实，又不是我编造的。大家综合这一方面和自己已经知道的正反2方面信息都知道，才能理直气壮的说自己是客观批判，不是吗？所以我明明是在帮助小粉红，好吗？就好比你说我很喜欢我的女朋友，可是你只是了解她好的一面，不都是说爱一个人就要爱她的全部吗？我把她的另一面告诉你，如果你还爱，那才是真爱，自己才能更有底气，更理直气壮的说爱她，不是吗？日本殖民不好，这是很正常的，我也没有说在日本殖民之下，中国人跟日本人一样的待遇，就算我这么说，有脑子的人也不会信，对吧？回到网友的评论，直接拷问，如果是日本抢了我家房子，把我赶到了厕所住，虽然条件差一点，但至少也是有瓦遮头。但是中共来了，抢了你家房子，可是直接送你去棺材里面住。中共3反5反，反右正反，文化大革命，杀死的那几千万人，可都是活过了军阀混战，活过了日军侵华，最后却活不过中共呀。当年侵华日军看上了袁世凯家在河南的花园，出高价购买，但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坚持不卖，日军只好作罢。后来中共来了，直接就把袁家10几套房产没收了，还要逼袁世凯的孙子袁嘉诚写自愿放弃的声明，自愿放弃祖宗留下的产业，这听上去就很假，好吗？请问在座的各位，你愿意吗？所以网友21说，如果没得选，不如选被日本殖民，当然有民主，人民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最好了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没有看尽兴，请点击订阅，关注下一期节目。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，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